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导弹，小泉进次郎强硬表态，不会让中国左右日本防卫。乌军夜袭红军村，12名俄军被俘，前线重回焦灼，俄军攻势再度受挫。朝鲜士兵被曝将奔赴扎波罗热参战，南线战事全面升级。乌军导弹再袭莫斯科，3大机场停飞，电子学院紧急疏散。海王星出击，乌军远程重创塔甘罗格机场，俄军唯一 A-60 激光机恐被毁。乌军打击俄军后勤，关键弹药库被精准摧毁。3天3夜坚守，乌军第81旅守住亚姆皮尔村，阻止俄军10轮突击。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随着中日关系紧张之际，日本在南西诸岛的军事布局再度引发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月23日视察琉球群岛最西南端的与那国岛基地时，公开确认，日本将按原计划在当地部署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东部仅110公里，地理位置敏感，被视为第一岛链上最前沿的战略点位。这是小泉自担任防卫大臣以来首次踏上该基地。他在现场强调，导弹部署旨在强化日本在南部岛链的防御能力，能够降低我国遭遇武力攻击的风险，并称外界所谓加剧地区紧张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他未正面回应部署可能在台湾危机中让与那国岛卷入冲突的担忧，仅表示不对假设性情况发表评论。目前日本计划在当地部署的国产的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该系统安装于 8x8 机动平台，每套可发射6枚拦截导弹，并搭载先进 AESA 雷达，其基础型号射程约50公里，而升级版大幅提高了应对低空目标如巡航导弹和高速战术导弹的能力，并能与其他作战单元协同作战，扩大整体防空范围。彭博社指出，东京的举动折射出日本对中共军事扩张及台海潜在冲突的忧虑日渐加深。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应讯时明确指出，若台湾有事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这可能触发存亡危机事态认定，日本自卫队可据此行使集体自卫权。这番话立即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共不仅外交抗议，在经贸上施压，还要求高市撤回言论。不过高市公开拒绝让步，强调日本政府立场一致，不会因外部压力而改变。俄乌前线再度出现关键变化，乌克兰在红军村方向的反攻不仅稳定了局势，还在激烈战斗中俘虏了一批俄军士兵，为乌军掌握战场主动增添了新的筹码。根据诺尔报告消息，当地时间11月24日前后，乌克兰卢比日旅的特种部队在红军村附近展开了一场周密策划的联合行动。他们利用夜色掩护，成功潜入俄军控制区，与敌军侦察小组发生短兵相接。在一场激烈交火后，乌军击溃了对方力量，端掉了俄罗斯人在当地设立的临时据点。这场作战不仅让乌军稳住了该方向的战线，更实际俘虏了12名俄军士兵。目前乌军已对这些俘虏展开审讯。曝光的视频显示，俄军士兵正在交代他们的任务细节和前线布防情报。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向红军城一线派遣增援，试图借助浓雾与夜晚条件掩护部队活动，企图重新夺回部分阵地。乌克兰第155旅负责阻击这一方向的攻势，尽管前线天气恶劣，他们依旧凭借 FPV 无人机精准压制住俄军行动，
使得俄军数次推进受挫。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乌军甚至在俄军接近城市南郊之前，就通过无人机和远程火力对其实施强力打击。而在此前行动中，乌克兰第7军已经对红军村市中心展开清剿，将俄军从第一关键区域赶出了城内核心。整体来看，红军村的战局正符合此前多方预判。在巨大的压力下，乌克兰依旧守住了这块东部战线的重要堡垒。战斗虽激烈，但局势保持焦灼。相比之下，俄军的攻势明显放缓，从最初的狂攻到如今增援不断，却难以突破前线。他们多次宣称将尽快占领红军村，此前甚至扬言要在11月中旬前控制此地。然而时间已经进入月底，只剩不到1周，俄方设下的期限再次落空。事实上，这与去年俄军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当时他们同样宣称即将拿下红军村，但最终却迟迟无法达成。眼下2025年只剩最后1个月，而战争看起来正朝2026年延伸。随着前线已经飘落雪花，乌东大地的战斗将进一步陷入艰苦与惨烈。无论是红军村还是其他战区，在这个绵长拉锯的冬季，乌军的抵抗正在继续，而红军村依旧没有如俄方宣称那般被攻陷。俄乌战场再度传出重大动向，有关朝鲜士兵的新情报引发外界密切关注。最新消息称，朝军可能将被部署至扎波罗热地区参战。根据当地时间11月24日前线俄罗斯记者的爆料，朝鲜部队已被转移至扎波罗热中部的古里艾波尔区域。在此之前，这些朝军士兵已进行长达2个月的训练。不过迄今无论是俄方还是朝鲜官方均未对此做出正式回应，因此相关情报仍需进一步确认。如若最终坐实，这将成为朝军正式跨入乌克兰领土参与作战的关键节点，其象征意义和战略影响力都十分重大。自去年投入俄乌战事以来，朝鲜士兵基本上都在俄罗斯境内执行任务，主要集中在库尔斯克方向。早在11月14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公开赞扬朝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表现，尤其是在扫雷任务中的贡献。而据韩国国情院评估，目前已有逾1万名朝鲜士兵进入俄罗斯境内活动。除此之外，朝鲜还被指向俄罗斯提供约650万枚炮弹，导致当前前线俄军大约70%的弹药供应源自朝方。如今朝军被曝即将加入扎波罗热战事，也从侧面反映了俄军在南部战场的压力以及战况的激烈程度。实际上，从赫尔松到克里米亚，南部战线整体局势正在快速恶化。例如在赫尔松一带，连俄方自己的频道都对第聂伯河左岸俄军的处境表示担忧。乌克兰军队正利用无人机与火炮持续袭击俄军的后勤体系，战线从奥列什基一直延伸到金伯恩沙嘴，使俄军补给线陷入极其严峻的风险中。乌方也借此发动局部反攻。与此同时，俄占克里米亚多地在昨夜遭遇大规模袭击，俄军的布罗姆工厂受到无人机集群的重创，5处生产车间被严重破坏，格列伯夫斯科耶的地下天然气储存设施也被摧毁，而辛菲罗波尔的石油库同样蒙受损害。从扎波罗热到赫尔松，再到克里米亚，整个南部战区的炮火越发密集，局势持续升温。至于朝军正式介入南线战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目前尚难断言，仍需持续观察其后续发展。乌克兰对莫斯科的远程打击再度升级，最新一轮导弹袭击不仅引发莫斯科地区的爆炸与疏散，更导致3大机场被迫停飞。而莫斯科电子学院更是紧急启动撤离程序，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据 Astra 报道，
莫斯科西北方向的泽列诺格勒工业区在昨日疑似遭到乌克兰导弹打击，当地官方随即发布紧急疏散通知。从现场拍摄的视频可见，工业区上空升起多股黑烟，爆炸声不断传来，居民与工作人员纷纷逃离现场。此次袭击波及的莫斯科电子学院是俄罗斯重要的微电子、纳米电子和无线电工程科研院校，学院师生被迫前往避难所，而在撤离途中，耳边始终回荡着一阵阵爆炸巨响。对于这些俄国年轻学生来说，这可能是首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距离是如此接近。但对乌克兰民众而言，这样的场景已经持续3年，甚至连小学生都习惯在地铁站完成作业。与此同时，莫斯科3大主要机场从清晨开始突然实施飞行管制措施，集体暂停航班起降，其中包括最大规模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多莫捷多沃机场以及茹科夫斯基机场。尽管俄方随后辩称机场并未受到影响，营运正常，但并未正面回应有关导弹袭击的报道，引发外界更多猜测。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莫斯科在3天内遭遇的第2波空袭。就在此前，乌克兰无人机成功命中莫斯科地区最大的沙图拉发电厂，巨大的爆炸火球直冲数十米高空，对该地区的供电系统造成巨大压力。尽管俄方坚称没有发生大范围停电，但现场照片显示，俄方已紧急调动移动式发电站前往沙图拉，以维持关键区域的能源供应。在此期间，俄罗斯各地的能源与工业设施持续遭到远程打击。夏诺夫哥罗德州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先后传出爆炸声，当地炼油厂与化工厂相继起火。这些事件显然都是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能源体系的集中攻击链条的一部分。这种持续不断的打击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产生明显冲击。据路透社报告，俄罗斯在11月份的石油收入预计仅为5200亿卢布，同比下滑 35%。 这意味着在2025年前的前11个月，俄方整体收入将下降约 22%， 远低于俄财政部此前的预测目标，显示俄方财政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莫斯科的机场停摆到工业区爆炸，再到能源设施连环受击，可以看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远程战略打击已全面升级，俄方本土的战火正逐渐从边疆扩散到核心区域。乌克兰在最新一轮的远程空袭行动中，对俄罗斯塔甘罗格机场发射了海王星巡航导弹。俄军仅存的2架 A-60 激光攻击机之一被爆在袭击中遭到摧毁，成为此次打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损失。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当地时间11月24日夜间，位于罗斯托夫州的工业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再度遭遇强力打击。乌克兰军方先派出10余架无人机突破俄军防空网，成功吸引其雷达注意力，随后又发射国产海王星巡航导弹直扑目标，射向塔甘罗格的空军基地及别里耶夫飞机制造厂。前线传出的画面显示，港口周边与机场区域连成一片火光，爆炸声不绝于耳，映照整座城市的夜空。NASA 的卫星火点图同样确认机场停机坪及制造厂车间出现多处火点，显示火势范围广，破坏规模大。更引人关注的是，多名俄罗斯军事记者暗示，一架极为珍贵的60激光攻击机可能在此次袭击中被完全摧毁。俄方目前尚未就此事做出正式回应，但从现场火势及爆炸规模来看，损害程度显然不容小觑。A-60 系以伊尔 76MD 运输机为原型改造，全俄仅有2架，在俄军体系中属于稀有且战略级的实验性装备。除此之外，乌克兰方面的游击组织 H 也活跃在罗斯托夫地区。消息称，其特工在同一时期成功焚毁了一列电力火车，进一步扰乱了俄罗斯西南交通枢纽的运行。近年来，罗斯托夫作为俄军的重要补给与产业中心，
一直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的高频目标。与此同时，黑海沿岸的第二大港口新罗西斯克在昨夜同样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系统在紧张拦截的过程中再度发生误击事故。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一枚防空导弹在空中突然改变轨迹，径直坠落到一栋居民楼上，引发强烈爆炸。事件疑似发生在格连吉克市附近，火光闪烁之际，拍摄者的视频也随即中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短短2天内俄军第2次误击本国民宅。就在此前，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杜博维地区的居民楼也在俄军防空火炮的射击中遭受命中。当下俄南线许多地区正陷入乌军攻击与俄军误击的双重重压之下。从塔甘罗格的 A-60疑似被毁，到制造厂大火，新罗西斯克误击事件不断，乌克兰对俄罗斯南部的远程打击正急剧升级。俄方在战事与内政安全上的压力正进一步加速累积。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撕裂乌东夜空，茂密森林深处骤然升起巨大的火光。俄军精心隐藏的大型弹药储存中心被乌军导弹精准命中，火焰刺破黑暗，冲天而起。短短数分钟，这处俄军引以为傲的弹药心脏在持续的殉爆中化为火海，相关影像随即在社交平台上刷屏，引爆全球舆论。乌军这次堪称教科书级的后勤斩首战，无疑在焦灼的顿巴斯局势上重重砸下了一锤。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最新战报，这次行动由导弹部队的精锐力量实施。乌军先利用无人机群进行了多轮侦察与校准，精准锁定俄方储存点的坐标，随后以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与乌方国产原点 U 战术导弹展开联合打击。前线传回的视频显示，弹药库被命中瞬间便开始剧烈殉爆，火球层层叠起，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冲天的烟柱。爆炸带来的强烈冲击波将俄军赶来的救火车辆掀翻在地，现场化为一片焦黑废墟。更令人关注的是，这并非一座普通的弹药补给点，而是支撑俄军在红军村方向攻势的关键后勤中心。熟悉战局的军迷都知道，红军村是顿巴斯的索约地带，E50高速公路与多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是俄军向前线输送火炮弹药与燃油的主要生命线。俄军在这一方向部署了16万兵力，560门重炮，日军弹药消耗达数千发，而这处弹药库正是为这些火力集群输送补给的核心节点。为了掩护这一战略要地，俄军可谓费尽心思。他们把弹药库伪装在树林间，并布设3层防空火力与电子干扰装置，外围还设有多辆伪装成普通民用车的警戒哨，以隐藏真实规模。然而，乌军通过星链卫星系统与前线侦察人员的实时协同，不仅成功锁定了弹药库的核心区域，还掌握了俄军防空网的盲区与换岗时间。最终，乌军选择在凌晨3点，俄方防御最松散的窗口期发动袭击，实现了一击必中、一击必毁的精确战术效果。此次摧毁行动的战略影响几乎是立竿见影。乌军战报显示，弹药库被摧毁后，红军村方向俄军火炮射击次数瞬间下降约 60%， 连日来的强势攻势也随之出现明显停滞。一名乌军士兵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以前俄军的炮火像暴雨，现在半天响一声。这一击太关键。”这一变化清晰印证了现代战争的核心法则：后勤链条就是军队的生命线，谁能精准打断对方的补给血管，谁就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对于俄军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重大打击。红军村方向本就在拉锯之中，俄军虽在态势上形成3面合围，但乌军依托经营8年的纵深防御阵地进行顽强抵抗，双方陷入比拼消耗与补给效率的长期战。如今关键弹药库被毁，俄军前线火力骤减，而重新建立一处同等规模的储存点至少需要1周，这段时间很可能为乌军提供加固阵地或实施局部反攻的战略窗口期。
更糟糕的是，俄军近期在库尔斯克州方向的战略调动，并未有效缓解红军追压力。如今后勤链再度受挫，使其推进顿巴斯的既定目标更加遥不可及。在斯洛文斯克方向的核心战场，这支部队用3天3夜的努力奋战，硬生生抵挡住了俄军10轮如潮水般的猛攻。亚姆皮尔村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斯洛文斯克外围的战略咽喉。一旦失守，俄军装甲集群将直接威胁乌军的核心防御体系。据前线传回的战报显示，俄军为夺取这片阵地，集结了优势装甲部队和精锐步兵，配备 T-72主战坦克、冰雹、火箭炮以及大量自杀式无人机。从清晨到深夜，他们发动连续不断的攻击，平均每4小时便有一轮密集突击。最惨烈的是第二天下午的第5轮突击，负责防御的乌军排长彼得刘克回忆道，俄军前方12辆坦克开路，后方跟着200多名步兵，无人机像黑苍蝇一样铺天盖地。阵地上的迫击炮班卒已连续作战20小时，炮管烫红后用冷水降温，炮手的虎口被后坐力震裂，但无人退缩。当俄军坦克逼近至500米时，乌军反坦克小组抱着标枪导弹从掩体跃出，匍匐前进，在无人机的锁定下精准打击，最终以牺牲2人的代价摧毁3辆坦克，有效掐断了俄军的攻势尖刀。面对装备占优的俄军，第81旅还遭遇补给线受压的困境。战士们弹药耗尽，便捡拾战场遗留武器继续作战。干粮耗尽时，只能以血水冲服压缩饼干充饥。一幕震撼画面被记录下来，一名腿部中弹的机枪手用绷带缠住伤口后，他在断墙上持续射击，直到打光最后一梭子子弹。战友们则用他的钢盔为其立起临时纪念标志。此时，乌军阵地守军不足100人，半数带伤。危急时刻，第81旅预备队冒着炮火连夜驰援，无人机操作员精准定位俄军集结点，引导后方炮火实施覆盖打击。步兵依托预设交通壕与俄军展开巷战和肉搏战，最终在黎明前将残余俄军击退。3天激战过后，亚姆皮尔村的阵地上布满扭曲的装甲残骸与散落弹药箱。然而，这场硬仗的胜利不仅摧毁俄军的战略企图，更极大提振了整个斯洛文斯克方向的士气。如今，第81旅战士仍在亚姆皮尔周边巩固阵地，在战壕壁上刻下“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的标语。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